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草坪维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呢是 top dressing 和 lever。这 top dressing 呢就是加表土 ，lever 呢就是平整草坪。这两个步骤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我计划呢在未来的1-2个月会给大家做一系列的关于草坪维护的方面的这种小视频。如果您对于草坪维护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的频道。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请点击下面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这些非常精彩而实用的内容。大家看到我身后呢，这个草坪今年的状态非常的不错，很绿，有一种高尔夫绿的效果了。实际上我认真的打理草坪呢，也就是今年是第2个年头，所以呢，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 house owner， 所以我相信，我的这些经验你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并且呢，能够把这一片高尔夫绿带回家，也绝对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个草坪维护呢，其实还是挺麻烦的。因为呢，它不像别的 landscaping 的 project， 它是一次性的投入。例如说，你铺了这种砖石的地面，或者做了一个假山，做了一个喷泉，或者做了 fence， 它们都可以 last 很多年，你不用去管它。但是草坪呢，你铺了一个新草以后，看上去非常漂亮，也花了那么几千块钱，但是这个工作和努力呢，并不能就此停止，你需要不断的去维护它，去保养它，因为草坪呢，它是一个 ongoing， 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所以呢，它每一天实际上都有2个方向，一个是变好，然后是变坏，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比较忙，2个月的时间，疏于打理这个草坪，你就会明显的看到这个草坪呢开始变坏了。但是呢，如果你打理得非常好，然后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了正确的产品，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草坪会一天一天的变好。然后呢，这个草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个 ongoing 的，所以呢，它也不存在说100%的好，或者是100%的坏，它只是存在一个变化的趋向。只要你的草坪，不管它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只要它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只要你去坚持，那么它一天一天的就会变得更好，杂草会越来越少，它会长得越来越密，然后呢，形成一个绿毯的效果。好，言归正传，那么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大概2个星期前做的这个工作，就是 top dressing 和 levering。那么 top dressing 呢，其实呢，这种操作呢，以前是作为 commercial 的那种高尔夫球场用的，实际上家用呢也是最近10年才开始逐渐兴起的。那么 top dressing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实际上是一种腐殖质 compost 和沙子的混合物，其中沙子呢占到大部分，应该是70%左右。这种东西呢，它用来 mix 以后呢，然后呢把它均匀的铺到草坪上。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这个 compost 呢，它可以改良这个土壤，然后呢缓慢的释放一些养分，去滋养这些草地。这个沙子呢，它主要的作用呢是把这个草地变得更加的平整。我这个草地之前呢，就是因为很多年都没有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呢，走上去呢有一种很 bumpy、很高低的感觉。那么我想呢，可能很多从来没有做过 top dressing 的草坪呢，都会有这种感觉。那么这种迹象呢，怎么解决呢？实际上就是要做 top dressing。好，从哪里去定这个 top dressing 呢？实际上呢，现在呢，这种大的这种 home improvement store 呢，他们都没有提供这种产品。他们 either 呢就卖那种袋装的腐殖土，要么呢就是沙子。你买来呢，你可以自己混，但是这样呢，工作量会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你要买现成的这种top dressing 的话呢，你需要去到一些专门的 supplier， 那么他们那里呢会有一种专门的这种产品。这个 top dressing 是非常重的，
那么他们是按照这个 cubic yard 来卖，一个 cubic yard 大概相当于0.9个cubic meter， 就是立方米。所以呢，它非常的重，所以呢，运输会是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呢，他们都会提供运输的服务，这样呢，你可以在那 order， 然后让他们运过来。我呢，今年呢就 order 了2个 cubic yard， 那么大概花了我不到200块加元。我觉得这个价钱还是蛮划算的。关于购买 top dressing 呢，其实现在有2种方式，一种呢叫那种 big bag， 一个大袋子呢正好是一个 cubic yard， 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用那种 dump truck， 就是直接倒到你的车道上。那么这种 dump truck 的价格上比较有优势，比较便宜。另外呢，他们呢是一次性的征收一个送货费，这样呢，如果你订的多的话，绝对的是 dump truck 这种方式呢会非常的经济。施工起来呢，我觉得 dump truck 的呢也更好，因为它直接倒到车道上呢，你就非常方便你操作，你就搞个小推车，然后一车一车的把它运到草坪上就可以了。如果是 big bag 呢，它比较高，所以呢，也不太好操作，所以呢，我呢推荐用 dump truck 这种方式。那么 top dressing 之前呢，有一些准备工作是不能够忽略的。首先呢，我会给草地打洞、打气孔，叫 aerating。然后呢 desatching， 然后把这个草地上的干草呢，把它爬出来，把它清理干净。然后我会把我的剪草机呢调到最低，去剪一次这个草。当然，这些步骤呢，其实每一个步骤都可以单独做一期视频。以后有时间，我会在新的视频当中呢，具体的给大家展开。那么这些工作做完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做 top dressing 了。top dressing 呢，实际上就是用这种小推车，然后把它堆在草坪上，然后用耙子的背面，然后把它均匀的施到这个草坪上。一般呢，配合着这个 top dressing 呢，也应该做一下 overseeding。overseeding 就是加草籽。为什么呢？因为既然这个草坪上有这样新的这个腐殖质，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去让这些新草呢生根发芽。如果你的草坪是定期的这种 top dressing， 这个 top dressing 的厚度呢，只有1/4英寸或者更低，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先撒种。再把这个 top dressing 给它铺到草坪上。但如果你的这个草坪呢从来没有做过 top dressing， 然后你定的 top dressing 的量又比较大，很可能会达到半英寸这样的厚度的话呢，那么我的建议是呢，你可以先铺一下这个 top dressing， 然后呢再 overseeding， 这样呢会避免呢这个草呢被很厚的这个 top dressing 给压迫住，草籽呢就不容易出芽。那么我的做法呢比较折中，我是呢先施了一层 top dressing， 然后呢我开始撒草籽，撒完草籽以后呢，我因为还有一些 top dressing 剩下来，我就把它铺到表面。然
后这个草籽呢，它实际上呢，它是要，既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所以呢，在撒完草籽或最后那个 top dressing 撒完以后呢，最好用这个耙子呢，轻轻地梳理一下这个草地。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第一呢，是为了让这个草地呢更平，然后呢，是为了让这个草籽呢能够跟这个top dressing 呢能够更好的能够融合在一起，这样呢给它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发芽的一个生态环境。好，那么 top dressing 做完以后呢，下一步紧接着就是 levering。这个 levering 呢，实际上在市面上有一些专业的工具，像有的是那种钢的或者是铝的，是像一个大的那种耙子一样，然后呢可以把它来回的在草地上拖动，这样呢它就能够这个沙子呢它就会填满那些比较低的地方。当然我的做法呢，我是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工具，用2根2×4的木料把它钉在一块儿。然后上面加了20多磅的这一块interlocking 的砖，用这个东西呢来在草坪上进行拖动，然后呢把这个 top dressing 呢把它赶到一些比较低洼的地方，让这个草坪变得更加的平整。事实证明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这么做。在这些步骤做完以后呢，紧接着就是要浇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灌溉系统打开，如果你没有灌溉系统的话呢，那就要花点时间，然后一个区一个区的把它浇透。因为这个腐殖质呢，它是带有一定热量的，如果你不浇草的话，它很可能会把这个草，把它烧掉。新种的草籽呢，也需要保持湿润，在它发芽的期间，尽量每天给它一点水分。另外，天气的选择呢，当然你 top dressing 的当天，那最好是一个大晴天，这个呢方便你工作。但是如果你看到之后有几天会下雨，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天气条件。如果不下雨的话呢，那么你就要持续的去浇草。这个 top dressing 刚做完呢，看上去这个草坪呢是像这种花斑一样，很多地方呢有些地方是绿的，但是有些地方被这个 top dressing 呢覆盖掉了。所以呢，可能不太好看，但是这个是没有关系的。绿草呢，它很快会突破这个 top dressing 的土壤层，它会长出来，然后新草也会发芽，所以呢，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基本上1、2天，1个星期或者2个礼拜，它就会焕然一新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就是2个礼拜以后的效果。好 ，top dressing 和 levering 完成以后呢，那什么时候可以剪草？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在 top dressing 之前呢，我已经建议大家把这个草坪剪到最低，所以呢，应该1个星期以内是不需要剪草的。即使在5、6月份，这个草长得非常快的时候，那么1个星期也是 OK 的。那么过了1个礼拜以后呢，可以剪，如果草开始长高了的话，但是呢，不要剪太低，可以把它调得稍微高一点。这样呢，第一个呢是为了不要影响这个新草的生长，第二呢也是为了草坪这个保湿，因为太短的草它的蒸发会比较大。这个草坪的维护呢，不仅需要花钱花时间，那么还需要你非常的用心。那么虽然呢我不是专业搞这个草坪维护的，但是呢，我愿意去用心的去研究怎么样去 keep 一个非常好的、平整的、健康的草坪，所以呢，效果出来仍然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市政的草坪，就在我这个人行道的旁边。那么他们基本上都是交给一些专业的公司来打理的。实际上每次过来的时候，都是一些大的机械，然后一些撒土啊、撒草籽啊，然后剪草啊之类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效果呢，非常的糟糕，很多的杂草。然后呢，这个草呢，很多新草种了以后呢，由于缺乏灌溉，那么它的出芽率非常的低。所以呢，用不用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公共的地方呢，基本上它包出去了，一些公司拿到了这 contractor， 就是按照标准程序做完以后呢，就开始走人了。所以呢，没有人会真正的 care 这个草坪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好的，把这种高尔夫式的绿毯带回家，你也可以做到。那么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还不错，请给我一个 thumb up。感谢您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再见。